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新剧《兰香如故》定角，男主曝光竟是3届第1美男，谭松韵搭档3届第1美男刘学义。古装大剧《兰香如故》开机在即，丫鬟逆袭爽到头皮发麻。谭松韵和刘学义终于合作了。改编自大 IP 兰香园的古装剧《兰香如故》近日被曝5月7日开机，谭松韵饰演女主沈佳兰，刘学义出演腹黑将军林锦楼。这是谭松韵首次挑战重生逆袭题材，搭档3届第1美男刘学义，两人从围读阶段就疯狂营业互动 ，CP 感直接拉满。更刺激的是，剧情主打丫鬟逆袭掀翻豪门，宅斗加商战加复仇，每一秒都在爽点上蹦迪。谭松韵首演重生丫鬟，刘学义变疯批霸总。《兰香如故》改编自何燕山的宅斗小说《兰香园》，原著豆瓣评分8.2，全网点击破10亿，被称为宅斗文天花板。女主角沈佳兰原本是官家千金，家族被害后沦为丫鬟，但她一路开挂，用现代思维在古代宅斗中杀出血路，最终联手刘学义饰演的将军林锦楼复仇夺权。谭松韵这次的角色跨度极大，从贵女到丫鬟，再逆袭成商界女强人，光是预告中的眼神戏就让网友直呼鸡皮疙瘩起来了。而刘学义演的林锦楼人设带感，表面是风流将军，实际是疯批霸总，强取豪夺的戏码被书粉盖章，古装版复盛行。张新成没演成，刘学义捡漏，选角抓马堪比宫斗。兰香如故的选角瓜能拍一部连续剧。最早传谭松韵要和张新成二搭，两人在《以家人之名》里的兄妹 CP 热度超高，但张新成因为档期撞了大江大河4，只能放弃。剧组转而接触丁禹兮、肖战，最后才定了刘学义。刘学义能拿下这个资源，靠的是《念无双》里的出圈神颜和《长风渡》里的反派演技。他为了贴合林锦楼的将军形象，提前2个月开始健身，还被拍到在横店马场狂练骑马。粉丝调侃3届第1美男开始卷武力值了。配角全是熟脸，孟子义演白月光，李梦变恶毒女配。除了谭松韵和刘学义，《兰香如故》的配角阵容也全是话题人物。常华森饰演痴情男二陈赫轩，是女主的青梅竹马。孟子义客串男主早逝的白月光，一袭白衣的路透直接美上热搜。最绝的是李梦，她在《墨雨云间》里演的长公主让人恨得牙痒，这次又化身恶毒女配赵月婵，专门给女主使绊子。剧组还藏了个大招，请来长相思编剧桐华操刀剧本。原著中女主用现代商业思维在古代搞钱的情节，被桐华改成商战加悬疑复仇双线并行，光是围读阶段的剧本就被业内人士评为古装版《繁花》。谭松韵刘学义聚餐被拍 ，CP 粉提前过年了。开机前1周，就有狗子拍到谭松韵和刘学义带着剧组人员聚餐。谭松韵穿着卫衣蹦蹦跳跳，刘学义全程帮他拎包，两人还头挨着头看手机。网友辣评：这哪是同事，明明是热恋小情侣。CP 粉火速建好超话，连 CP 名都起好了，叫松香夫妇松韵加兰香。剧组为了培养两人默契，安排了大量即兴表演训练。有一段林锦楼强吻沈佳兰的对手戏，刘学义拍完耳朵红到滴血，谭松韵还笑场3次，花絮比正片还甜。宅斗戏玩出新花样，爽剧套路这次真不一样。兰香如故的宅斗戏被编剧魔改升级，原著中女主靠刺绣手艺翻身，剧里直接让她开钱庄，搞海外贸易，甚至用数学知识破解家族账本谜团。有一场戏是谭松韵在账房用算盘狂虐反派，台词你以为做假账不用学微积分吗？
直接笑喷全场。剧组在服化道上也下了血本，谭松韵的丫鬟造型参考了唐代壁画，粗布衣服上暗藏刺绣纹路。刘学义的将军战甲用了真牛皮加金属鳞片，重达30斤。他开玩笑说穿上就能练出8块腹肌。未播先火，预约人数破100万。兰香如故还没开机，微博话题阅读量已经破5亿。网友最期待的名场面 TOP3 分别是：女主上恶毒女配耳光，男主为救女主血洗仇家，男女主在雪地定情。优酷站内预约人数突破100万，成为2025年最受期待的古装剧。平台方更放出狠话，要拿这部剧对标《知否知否》应是绿肥红瘦。从目前的配置看，谭松韵的观众缘加刘学义的颜值加桐华的剧本，确实有爆款香。但能不能超越《长相思》，还得看两人能不能演出强取豪夺变双向奔赴的性张力。2. 刘学义，男主翻车成常态，男配封神成谜。这演技能翻车到什么程度？连群演颜值都比不上。当胡一璇在《落花时节又逢君》里瞪着卡通式大眼睛说出仙君为何泡我时，谭木直接炸了锅。这部被寄予厚望的仙侠剧，竟成了刘学义主演作品里最新一桩大型翻车现场。这已不是他第一次遭遇口碑滑铁卢。从面无双被炒古装杀马特，到花间令演技精分，这位曾靠男配封神的演员，似乎总在主角位置上魔咒缠身。但吊诡的是，只要退居配角，他总能用演技戳中观众泪点。在《落花时节》剧组，女主胡一璇被指连卖萌都僵硬，男主角刘学义的造型更被披头套勒出川字纹。网友扒出他念台词时机械重复红凝姑娘，谭木瞬间刷屏机器人配音来了。配角敖瑞鹏的造型更是灾难，皱巴巴的麻袋装搭配惨白并容，被调侃像营养不良的吸血鬼。这些翻车经历让观众不禁回想起2年前的面无双。41岁唐嫣顶着少女装，刘学义的蓝眉魔头造型在特效加持下更显滑稽。网友翻出他面无爱时夸张的咧嘴笑，直呼这笑容能冻哭南极企鹅。而《花间令》里，他饰演的县令前1秒正襟危坐断案，转眼冲女主撒娇卖萌，被谭木戏称精分式演技大赏。但当镜头转向男配角色，这位演员瞬间换了副面孔。在《青云志》里，他用眼神戏演活了野心勃勃的萧逸才，谭木集体喊男二才是真男主。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中，一人分饰2角，疯批反派斩荒与威严天地的切换堪称教科书级别。尤其是3界不容我便负了3界的嘶吼，直接让观众破防。最让观众念念不忘的是《琉璃》里的百灵帝君，这个心机深沉的反派被他演出了令人怜惜的破碎感。雨中回眸的骆子商长风度更是将美强惨诠释到极致，网友直呼这眼神能哭死一片人。演男配像开了挂，当男主却像被下了诅咒。观众在讨论区的感叹道出真相：从造型灾难到剧本崩塌，再到角色定位偏差，刘学义的男主魔咒或许更多源于选角失误。正如网友所说，他本该是给配角镀金的宝藏，硬塞进主角模板反而成了枷锁。当又一部剧在豆瓣跌至 4.5 分时，评论区却意外出现暖心留言，求导演组把男主删了，男配的戏份再减长点。这或许是对演员最好的告白，真正的好演技永远能在任何角色里发光。